推翻新三座大山，去资本化只是第一步。今天我们来听听赵建博士在某政府部门课题咨询会的内部发言。本文有较大删改，全文约5000字。在整个顶层设计中，政府原本想依靠市场和资本的力量来解决教育、医疗和住房，这所谓的新三座大山问题，就像40多年前成功的依靠市场和资本引进外资解决了普遍贫困问题。但是由于资本的过度逐利性、商业化和短视化，与教育、医疗、住房所具有的长期社会属性不相匹配，暴露出了很多恶劣的问题。当问题逐渐暴露后，高层就开启了一个看似强硬的去资本化过程。但是这样的去资本化，在这3大领域与国际资本市场关联非常密切的背景下，在美股上市的中概股有大量的教育和医疗公司，而房地产公司有巨大的外债，所造成的中概股和中资美元债的巨大价值重估，或者说是价值塌陷，可能会加速中国经济与全球资本市场的脱钩。然而，这可能已经不是高层重点考虑的问题。站在一个国家层面，贫困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但是普遍贫困问题解决完之后，下一个100年要做什么？国家统一、共同富裕、民族复兴，这是国家的大战略，这是投资要看的第一趋势。这里有一个大的逻辑，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组合耐人寻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权重可以根据形势需要不断调整。改革开放初期的本意是想通过市场经济解决增量做大的问题，然后通过社会主义解决存量分配的问题。可以说，在整个政策设计的逻辑主线里，现在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组合权重进行调整的时候了。是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这要看最终的目的，是效率还是公平？是鼓励先富还是抑制后富？回头来看，18大是市场经济话语权的最高峰。自19大后，高层的话语体系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做宏观的必须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深刻内涵。当下，在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以后，下一步就需要解决相对的贫富差距问题，还有一系列民生问题。这是2个100年交汇处必然做出的选择。去资本化可能是第一步，然后重新考虑可市场化的边界，或者全部国有化，回到大一统的模式。对于新3座大山，国家本来是想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来解决，尤其是18大，将市场经济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但10多年的实践证明，单靠市场和私人资本无法解决新3座大山问题，那么就自然而然的回到社会主义，这是本能的国家意志和政策反应。市场经济负责效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搞钱激发人的积极性；社会主义负责公平，受教育、被医治有容身之处，这体现的是一种人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40多年来就是这样在融合和冲突的矛盾关系中前行，显示出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另一种韧性和张力。恰恰就是这种张力，成就了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成果。然而，如果这个韧性空间和张力一旦消失，就很可能发生巨大的制度内卷和历史回潮。这个不宜盲目论断，因为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在动力学上，很多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在顶层设计者的叙事体系里，现在的改革都是硬骨头，容易改的都改过了，现在每一项改革都是攻坚战。原因何在？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特征是涌现出了各种靠金钱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就是改革的航船进入到了一个灰色地带，一个复杂不确定的量子世界，很多问题都是不同属性的叠加态。简单的问题容易解决，但现在很多问题都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叠加态，政府和市场的叠加态。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改革的深水区、无人区。医疗体系为典型代表，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处理好的。
因为医疗这种产品，既不是单纯的私人物品，又不是单纯的公共物品，而是一种叠加态的产品。这种领域的改革最难。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进行准公共产品和社会企业的研究，因为将来很多问题，全球的、国内的很多问题，包括健康、环保、气候、社会稳定等很多严重问题，都不是单纯的经济和商业问题，而是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单靠公共部门，也不能单靠商业企业，应该有一个第三条道路。但是这条道路是超越传统经济学思想认知的，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都很难做出解释。前者要否定理性人自立的基本假设，后者要颠覆计划委员会的计算模型。做到这两点都很难，都是对致命的自负得破值。中国经济发展了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做法就是通过市场化的方法解决总量供给不足的问题。计划经济是供给不足的，市场经济是需求不足。市场化的前30年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改革初期，我们常说的就是一包就灵，只要明确责权利，尤其是最大化的缩小最小利润核算单位，中国人在金钱的驱使下，会激发出无穷的积极性。所以在中国改革最成功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最小的独立核算单位，市场经济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然而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问题却无法单纯的用市场经济，用一包就灵的方式解决。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它们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或者说公司混合品，其供需体系的设计本身就是一个世界难题。即使是建立市场经济加社保体系多年的看似比较完美的西方发达国家，这方面的做法也广受诟病。比如美国的医疗体系几乎也处于一个无解的状态，无论是采取全民医保还是发展私人医疗产业，都无法解决问题，一直是众矢之的，并备受诟病。这种既有社会属性又有商业属性的产品和服务，作为一种灰色地带的存在，既无法完全依靠政府采用计划经济的手段解决，又无法完全采用市场经济通过商业利益的无形之手解决。这些给了经济学、政策科学一个极大的棘手问题。在10几年前，中国政府希望引导私人资本进入，主要是教育和医疗，通过改善和扩大供给，以解决新社会的3座大山问题。然而10几年过去了，这3大民生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明显的解决，而且还进入一种内卷状态。中小学生在各种校外辅导班的重压下不堪重负，看病越来越难，越来越贵，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房地产不仅没有房住不炒，一些金融资本炒房团反而在房炒不住，1线城市的房产成为了金融衍生品的标的资产。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主要有3个。第一，这几个领域存在极大的信息不对称和正的外部性，主要是医疗和教育的产品和服务无法完全标准化，信息的主导权在供给者。如果完全以市场和商业利益为导向，供给方会在利益的驱使下，利用信息优势做出不利于需求方的行为。用不完全合同的理论来解释，就是这几个领域无法用合同明文覆盖的地方非常多，以至于导致市场失灵。恰因为如此，由于无法完全用市场机制的约束激励手段，人们才用了道德情操和社会舆论的补充协议，称医生为白衣天使，称教师为人类园丁，企图用道德层面的激励约束，弥补市场和商业层面的问题。可以说一个普遍的规律是，越是强调道德的领域，越是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领域。然而道德是个软约束。第二，中国现阶段的资本感觉没有耐心，缺乏一种长期主义和社会担当的气质。他们最关心的一是能不能实现指数级增长，客户数量或营收；二是能不能以最快的时间登陆资本市场。这2大诉求恰恰最不适合做教育和医疗，因为教育和医疗的服务本质是生命的精神和生理，而生命是无法用商品的标准度量的。资本的这种短期逐利性
会促使公司在运营中加大教育的焦虑传播，医疗器材和医药价格被虚高定价，腐败横行，最终导致教育内卷化，医患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张。而房地产资本在土地、住房双轨之下，既是土地财政的终端，又是一个典型的债务型资本。他们一方面助推了房价泡沫捂盘囤地，另一方面制造了巨大的债务风险，给金融和社会系统的稳定埋下了隐患。第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这三大领域的改革仍然采取了双轨制的模式，体制内有公立医院、公立教育、经济适用房和公租房，体制外可以设立私立医院、私立学校和商住房，两个轨道，两种价格。然而同所有的双轨制一样，在发挥正面作用的同时，比如保持改革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还存在较大的负面效果。一是市场化和商业利益对公立机构的挤出，由于体制内外的薪酬待遇差距较大，大量的体制内人才被吸引到体制外，这个在教育行业比较突出。二是寻租和腐败，医疗行业比较突出。三是与金融投机资本结合，扭曲定价机制，造成金融和社会不稳定，这是房地产行业的问题。现在政策层的态度大转向，估计是认为在这三大领域采取产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的方式，效果非常不理想，可能犯了路线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靠社会主义还是靠市场经济？顶层设计者可能正在重新考虑，但是这么大的政策急转弯造成的后果也需要高层去掂量。这些后果包括：一、数以亿计的人口就业问题；二、资本市场的巨大波动，尤其是全球资本市场对中概股、对中资美元债的预期和信用评级，将来吸引外资可能是个大问题，当然高层可能已经不在乎。三、重新回到完全靠国有体制和社会主义的模式，供给的数量和质量能跟得上吗？国有体制的腐败问题、效率低下问题如何解决？当然，除非高层不在乎效率，只在乎公平，但是没有效率，何来真正的公平？四、资本受到伤害，从此可能对政策失去信任。过剩的资本为了躲避政策风险，逐渐从实体经济领域退出，到二级市场追求交易性和流动性强的机会。五、社会仍然有对私立教育和医疗的需求，也有对高端住房的需求，这些需求还是得靠私人资本来满足。因此，简单的去资本化政策的急转弯造成的冲击非常大，可能只会解决一些短期问题，长期的根源问题还在那，最终靠什么来解决？当初供给不足的问题，解决依靠的是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货币化，采用市场经济的方式，鼓励社会资本的介入，可以说在缓释供给压力层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现在问题暴露的也特别多，那么究竟是市场化过度还是市场化不足呢？市场自由主义的拥趸者当然认为是市场化不足，政府干预的过多。这个认识并不全对，而且带有极强的形而上学色彩。市场化不足可以用来解释一切问题，但是完全的市场化存在吗？因为这三个领域从技术属性上都是很难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的，它们本质上是一个混合属性的社会产品。供给机构的形态应该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企业。在这个时候，学者们应该摒弃对市场经济的过度迷恋情节，更不能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致命自负，而是需要客观认识到现实的种种约束，从第三条道路出发，从社会企业的本质研究和政策科学的机制设计中寻找答案。对于这些领域的私人资本，去资本化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将其置于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中，通过法治和行业自律及整个社会道德认知的提高去解决。这一切都需要少一些焦虑，多一些耐心。